先生，系统核验无误，您这张彩票中1等奖。请问随后能领取多少？1等奖奖金总额500万，扣除20%个税，实际到奖400万。另外提醒您，彩票发行筹集的公益金会用于助学、养老、基层公益建设，这也是福利彩票设立的初衷。稍后给您一公益公示手册。400万，这笔钱够我搬100多年的砖，100多年啊！这下老婆终于不用再陪我吃苦了，今晚必须加餐，吃顿好的。我和苏婉结婚3年了，她对我好，不嫌弃我穷，这我比谁都清楚。可是她对她那个不争气的弟弟苏浩，确实过于迁就了。她从小被家里灌输姐姐要让着弟弟的观念，可这种迁就，到底有没有底线？苏婉，我告诉你，苏浩下个月就要结婚了，女方那边开口了，婚车必须上档次。你们做姐姐姐夫的，今天必须表个态，买一辆20万的车。妈，20万！我和苏婉辛辛苦苦攒了3年，连房贷都还没还清，我们手里所有的存款加起来也就10万，哪里拿得出20万买车？10万全拿出来啊！妈，那可是我们的全部积蓄，我们以后的日子不过了。陈远，反正我们苏浩结婚的排场不能差。当年苏婉嫁给你，彩礼没要，房子是贷款的，你们条件差，苏浩可不能跟着你们丢人，这事儿没商量。妈，别逼陈远了，存款全拿去吧。我和苏婉结婚3年，日子过得不算宽裕。她性子善良，总想着帮家里分担。岳母一心偏袒弟弟苏浩，一次次让我们掏空小家。这样下去，2个人的辛苦都要白费。老公，你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早？工地那边今天不赶工期吗？老公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在工地上受委屈了？还是包工头又克扣工资了？苏婉，我被裁员了。没事，咱俩有手有脚，只要人还在，怕什么？工地不要你了，咱就换个地方。实在不行，大不了你去送外卖，我去多接几个设计的私活，日子总能过下去的。好啦，老公，先不要想这些事啦，我们先吃饭吧。我来洗吧，你上了1天班了，休息休息吧。那行，你去洗。我正好把前2天给客户改的那套设计图再调一调。甲方又说儿童房的配色不够活泼。苏婉，你也别太拼命，私活接太多，眼睛受不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快去洗碗，洗完碗过来帮我看看配色。你上次说蓝色太冷，我换成暖黄色了，你给个意见。老公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刚认识的那年冬天？那是12月，下着好大的雪。你骑着那辆破2手摩托车送我回家，我坐在后座，冷得直打哆嗦，牙齿都在打颤。你二话没说，把身上唯一的军大衣脱下来裹在我身上，结果你自己只穿了一件单衣。到我家楼下的时候，你的嘴唇都冻得发紫了，话都说不利索，还傻笑着问我暖不暖和。记得。还有我们结婚那天，你跟我坦白说你把买戒指的钱拿去给你工友垫付医药费了，兜里只有3000块钱，连晚上请客的喜酒都是跟饭店老板赊的账。
是我对不起你，让你跟着我受委屈。傻瓜，那时候你什么都没有，除了一把子力气，我不是也毫不犹豫的嫁给你了吗？现在你不过就是丢了一份工作，难道我还能扔下你跑了不成？陈远，只要你不嫌弃我，这辈子我都赖定你了。苏安搂着我说了很多话，说我搬砖辛苦，说让我别急，说他可以多接几个设计单，他一句都没提他弟的车，一句都没提。妈，那辆车我要退了。你说什么？你疯了？你弟下个月就办婚礼了。陈远被裁员了。他丢工作跟苏浩的车有什么关系？车都提了，你退什么退？你让苏浩怎么跟周瑞家交代？车还在 4S 店做装潢，能退。妈，我们真拿不出这个钱了。你找你男人再想想办法，让他去借，20万而已，他一个大男人连这点本事都没有。妈，我已经决定了。苏婉，你搞清楚，那是你亲弟弟。我没忘，但陈远是我丈夫。你都听见了？对不起。对不起什么？当初那10万，我不应该自己做主，那是咱俩的钱。你之前说苏浩是你亲弟弟，你也没有办法。那时候我没想通，现在你失业了，我才想通。我去 4S 店退车。我跟你去。不用，你在家待着，想想以后怎么办。我出去转转，看看有没有招工的地方。别给自己太大压力，慢慢找。陈先生，请在这里签字，款项会实时到账。转账完成。陈先生，您还好吗？没事，谢谢。陈先生，您需要我帮您约理财经理吗？我打算让这个秘密多保持一段时间，不是试探，是想看看，当我真的一无所有的时候，谁是真心，谁是假意。退了。退了，扣了3万违约金。没事，退了就退了。苏浩那边，我跟我妈说了，婚车让他们自己想办法。我们该还的贷款我来还，我多接几个设计单。行。我去做饭。姐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车，你说退就退了，你问过我吗？姐，下个月就婚礼了，你让苏浩开什么车去接我？他那破电动车？姐夫，你虽然失业了，但这车的钱又不是你一个人出的，我姐出了大头，凭什么你说退就退？不是我要退的，是你姐自己决定的。姐，苏浩，我和陈远现在还住房贷，他工作也没了，这个车我们负担不起，你自己存的钱呢？我哪有存款？我每个月就那么点。你没上班，哪来的每个月？算了，苏浩，我就知道你姐靠不住。走吧，回去跟妈说，让妈想办法，反正这车不能退。姐，你真行。后悔吗？不后悔，只是什么？只是我怕我妈来闹。你给我听着，明天必须把车
妈，我说了，我们现在……我不管，苏浩是你亲弟弟，他结婚你连辆车都不舍得。我没有。那你把钱拿出来。那个陈远连工作都保不住，你让他去借，20万而已，一个大男人连这点担当都没有。妈，这车是我让苏婉退的。陈远，你好大的脸！你一个连工作都保不住的人，有什么资格管我们家的事儿？20万婚车是用我们家的存款买的，我们家的事，我当然有资格管。妈，苏浩25了，没工作，没存款，结婚要车要房全靠别人，您不觉得该让他自己想想办法？苏婉，你听见了吗？你就让你男人这么跟我说话？妈，明天再说吧。从小到大，我妈都觉得苏浩是全家的宝。我上学，她让我打工供苏浩；我工作了，她让我攒钱给苏浩买房；结婚又要我车钱。在她心里，我就是个提款机。你不是？那是什么？你是我的提款机。陈远，你混蛋！我怎么混蛋了？这种时候还说这种话。方旭，是我。今天有空吗？我去找你。这才几点？行吧，10点以后。行。我高中同学方旭在市中心开了一家投资公司，去年营收过1000万，多年没联系，但我知道他是个靠谱的人。这件事我需要他的帮助。坐，喝茶还是咖啡？茶。什么事？又拿这个逗我？不是逗你。我去，1等奖！陈远，你踩狗屎运了！可能吧，税后到账400万。但是我现在需要你帮我一个忙。你都有400万了，还需要我帮什么忙？我老婆家的事，你知道多少？听说过一些。你丈母娘偏心小舅子，你们出钱买婚车的事儿，群里有人传过。对，上个月丈母娘要20万买车，苏婉没跟我商量，把存款全掏了。20万？你们俩的存款？攒了3年的存款，你就同意了？我没吭声。丈母娘说了，我们条件差，但是苏浩结婚排场不能差。后来呢？后来我就踩了狗屎运中了这个，但我没告诉苏婉，我跟她说我被裁员了。你想看看她会怎做？我只是想知道，如果我变成一个彻彻底底的穷光蛋，这个家会变成什么样？陈远，你这一招挺狠。不是我狠，是他们逼的。所以你来找我是想让我帮你打掩护？对，我想注册一家投资公司，把钱交给你团队打理，对外就说我在你这儿打杂，月薪5000。哼，行，这忙我帮了。不过陈远，你可想好了，这戏得演多久？演到所有人都露出真面为止。行，公司注册的事我让人去办。注册资本你想写多少？300万。好嘞，陈总。喂，陈远，你来一趟吧，有些事当面说。好，爸，我马上到。我岳父苏建国在城南开了个五金店，不大不小，够糊口。他这人跟李凤兰不一样，话少，不爱掺和事。但他主动打电话，说明李凤兰那边已经闹到了他头上。
来了，坐。爸，什么事儿？你妈打了一晚上电话，我手机都关了。她让我来劝你和苏婉把车钱补上。那您怎么想的？你小子什么时候学会反问我了？不是反问，是想听您的真话。苏浩那个车，一开始我就不同意。20万，你们两口子一年才挣多少？你妈非要面子，说苏浩结婚不能寒碜，我说不过她。现在你没了工作，这钱确实不该让你们扛。苏浩自己没本事，怨不得别人。这是3万块，你们推车扣的违约金我出。爸，拿着，你别跟你妈说是我给的。爸，谢谢你。日子是你们两口子过，别让外人搅和。你妈那边我去说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喂，我妈说明天让我们回家吃饭，有话要当面说。去。吃饭在李凤兰的词典里可从来不是简单的吃饭。那是周瑞他妈王美华。来了啊，快坐。你就是苏浩的姐夫？凤兰姐，你们家苏婉找的这个条件是不是差了点儿？我们蕊蕊嫁过来，不说大富大贵，起码基本面子要有吧？婚车都退了。就是，陈远，我也不拐弯抹角了，这车你们不能退。妈，车已经退了，钱已经打回来了。那你再买回去。拿什么买？你不是还有工资吗？你再接点私单。妈，我的工资要还房贷和车贷，我哪有多余的钱？陈远，你说话！你一个大男人，让你老婆在这儿喊什么？连话都不敢说，这么窝囊，怪不得失业呢。妈，这车20验里有我和苏婉的全部存款，苏浩出了多少？我出不出不关你的事儿，那是我姐给我买的。你姐给你买的？那你姐的钱从哪儿来的？从天上掉的？是我跟你姐2个人一个月挣，我搬砖，她做设计，省吃俭用3年，存了10万，全给你了。妈，我只问一句，苏浩到现在25岁了，他什么时候自己挣过1分钱？你别拿这话挤兑我儿子，苏浩还年轻。25不年轻了，我25的时候已经在工地搬砖了。你跟苏浩能一样吗？你那是……是什么？命不好。蕊蕊，咱走，这种人家……等一下，阿姨，我定什么条件，您嫁女儿之前看不出来？20万的车要我们出，婚房50万首付也要我妈出，您家出了什么？苏浩，以后你自己的事自己扛，我不会再替你兜底了。姐，你走了。苏婉，你做的对。王美华那个人来头绝对没那么简单，他那个打量人的眼神太精明了，不像普通小商贩。搞定了，瑞辰投资法人摘表陈远。谢了。别谢，账上是你中奖的钱，对外的一切操作都通过我团队。你对外就说在我这儿打杂，月薪5000。你老婆那边我已经跟她说了，她没问。
他说了一句：“有份活干就行，慢慢来。”你这个老婆，说实话，比我想的硬气。她一直都硬气，只是被人压太久了。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等。等什么？等他们自己做出选择。怎么了？我妈住院了。你们可算来了。妈怎么了？气的，还不是因为车的事儿。姐夫，20万你们来说很多吗？而且我结婚就这一次。20万对我们来说确实很多，你可以问问你姐，她一个月挣多少？那你不能去借吗？你不是有个什么同学在做投资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嗨，我就是瞎打听呗。苏浩，借钱是要还的，你替我还。你要是有本事就不用借，问题是你没有啊。你有，我不一样，我有我姐。妈怎么样？医生说就是血压高加上上火，没什么大问题。那就好。但他说什么？他说如果我们不把婚车的事解决，他就不出院了。万一他真住出毛病来？不会的，他血压高不是1年2年了，每次吵完架都说心脏不好。你小时候他不是也这样？回去吧，明天我来送饭。我知道苏婉心软，这是她最大的优点，也是她最大的弱点。李凤兰就是吃准了她的心软，一次次拿亲情绑架她。我得让苏婉自己看清楚这件事，而不是我来替她做决定。我妈心脏不好，住院了。姐，你忍心让妈一直住院吗？我要不再想想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我可以找公司预支2个月工资。苏婉，你妈的入院记录我看过了，血压155/95，是高，但够不够住院？不够，是她自己要求住的，而且住的是自费普通床位，费用1天才100块钱。你的意思是？她可能在用这种方式给你压力。你想验证很简单，明天你跟她说，车的事你不管了，让苏浩自己解决。你看他是不是后天就出院？妈，车的事苏浩自己想办法吧，我实在没有钱了。您好好养身体，早点出院。我妈出院了，我大姐不孝顺，以后我妈的事儿我自己管。你是对的。不是我对，是你看清了。喂，苏小姐，我收到一份匿名邮件，里面有你在外面接私活的证据，你用公司资源做私活，这事我得跟你们公司反映一下。什么证据？那是……我不关心你怎么解释，我只关心我的项目会不会受影响。老公，有人匿名给老客户发了我做私单的证据。之前我给苏浩看过我的私单文件，他说要看设计图学习学习，他把截图存了，肯定是他。你确定是他？除了他，谁会有那些截图？陈远，我该怎么办？你先别急，看看公司那边怎么说。好。苏婉，昨天的投诉你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客户那边不依不饶，公司这边决定扣半个月绩效，下不为例。主管，
那些截图是被人故意泄露的。我不想知道是谁泄露的，我只知道你确实接了私单，用了公司资源。回去好好工作，别再出事了。我想找苏浩对峙。你找他没用。为什么没用？他差点让我丢了工作。他会说不知道，而且他把截图删了，你也没证据。那怎么办？我来。方旭，帮我查一个人。谁？王美华，我要她的底细。行，等我消息。查到了，你自己看。王美华，原名王秀芳，15年前从外省嫁到本市，前夫经营小额贷款公司，因非法集资入狱7年。她改了名字，带着女儿周瑞从头开始，现从事民间借贷业务，利率远超法定上限，专门盯着急需用钱的年轻夫妻。苏浩之所以认识周瑞，是王美华主动安排的。苏浩之前在一个网吧打零工，王美华就住附近。他听说苏浩姐姐嫁了人，在市里有房有车，就让周瑞去搭讪，一来二去，自然而然就在一起了。你打算怎么办？先收着，时机到了再说。什么时候算时机到了？等他自己露出马脚的时候。那他要是迟迟不动呢？他会动的，他那种人耐心有限。帮我继续盯着王美华，特别是他跟苏浩、李凤兰的接触。行。方旭，谢了。别废话，去忙你的。谢了。别要太晚。好消息，蕊蕊他妈说了，婚车他出钱买。那挺好的，不用我们出钱了。好什么好？天上掉馅饼的事儿，总有人要买单。陈远，有个新东西。王美华手底下有一套借贷合同模板，条款设置的很隐蔽。这种条款在正规银行根本过不了审，但王美华不走正规渠道，她不需要你签银行合同，她只需要你在一张纸上签字按手印。王美华给苏浩买车不是大方，是布局，就等苏浩上钩。帮我继续盯着王美华最近的动向。行。局面比我想象的更复杂了，原以为只是家庭矛盾，现在掺进了一个职业放贷人。苏浩和李凤兰还蒙在鼓里，觉得自己遇到了贵人，我得加快节奏了。苏婉，你帮我看一下店。陈远，你跟我来后仓库。昨天你妈跟我说了个事儿，说苏浩的丈母娘要借钱给苏浩做生意。做什么生意？说是开个奶茶店，王美华出20万启动资金，让苏浩做法人。爸，苏浩知道什么叫法人吗？那孩子从小被他妈惯的，分不清东南西北。但你妈觉得是好事儿，说苏浩终于有正事干了。爸，那个钱可能有问题。王美华名义上是做民间借贷的，实际上她的业务早就超出了合法范围。你说什么？我第一次见王美华就觉得她不太对劲，就让朋友查了查。王美华原名王秀芳，她本人也从事高利附贷，专门盯有房产的家庭下手。这事儿你确定？确定，但证据现在还不能拿出来。为什么？现在拿出来，妈不会信，她只会觉得我在挑拨，得让她自己看到。那您打算怎么做？您别声张，我来安排。但有一条，您别让妈在任何文件上签字。行。王美华给苏浩的那个奶茶店项目，你帮我查下细节。注册地址、资金流向，他跟谁签了什么东西，越清楚越好。行，明天给你。陈远，你猜怎么着？这奶茶店的注册地址
根本不存在，不存在。对，就是个空壳。王美华的计划是先让苏浩做法人，然后用这个空壳公司的名义对外借款，最终让苏浩背债。苏浩背不起，自然要找家人，家人里有房的只有苏婉。只要苏浩和周瑞领了证，法律上就是夫妻，到时候债务缠上苏浩，整个苏家都会被牵连。对，所以你必须在领证之前把这事解决。爸，苏浩的婚礼是什么时候？下个月18号，还有30天，必须在这之前让所有人看清王美华的真面目。感恩未来丈母娘，人生转运了。好好干，好日子在后头。总觉得哪里不对。哪里不对？周蕊家条件一般，他妈一个做小生意的，怎么出得起70、80万买车，还借20万给苏浩开店？你怀疑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就是觉得太好了，天上不会掉这种馅饼。也许不用等到婚礼前，也许苏婉自己就会把这件事撕开。苏婉，上次的事，客户那边一直在追责，说你给他做的设计稿跟给公司做的高度相似，要求公司给说法。主管，那2个设计稿完全不一样。公司没办法鉴定，我们只能保客户。公司决定解除劳动合同，你去人事部办手续吧。陈月，我没工作了。房贷怎么办？我不是在方旭那里做事吗？先扛着。5000块够吗？够，不够我再想办法。你不怕吗？怕什么？怕我变成苏浩那样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要靠你。你跟苏浩不一样，你是能干事的人，只是暂时被坑了。苏浩这么做对他有什么好处？我去找苏浩。别！不是去吵架，是问清楚一件事。你来干什么？我可跟你们没话说。妈，我找苏浩，他在不在？不在，出去了。去哪儿了？他现在忙着呢，他跟蕊蕊他妈在谈开店的事儿。妈，苏婉今天被公司开除了。怎么回事？有人把他接私活的证据泄露给了客户，客户投诉到公司。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跟您没关系，但是跟苏浩有关系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怀疑苏浩？苏浩去苏婉电脑上看过那些文件，他有截图。你凭什么这么说他？您可以问问苏浩，看他怎么回答。他的沉默说明他知道，他至少知道一部分。方旭，帮我一个忙。你公司有没有设计相关的岗位？苏婉被辞退了，我想让她去你那儿。你真要让他来我这儿？他知道了不会起疑心。先让他有个地方待着，他闲不住，闲着反而容易乱想。行，我这边正好缺一个品牌设计，你这份心我帮你兜着。品牌设计月薪15000，方旭公司不是做投资的吗？他们也有品牌部门。方旭说你上次帮他做的那个 logo 他挺满意的。这个薪资比我之前的还高。方旭的公司不差钱，而且你的能力值这个价。苏女士，欢迎加入。下周1入职，咱们品牌部刚起步，正好缺一个有经验的设计师。谢谢方总。搞定了，你老婆状况还行，比我想的稳。谢了。新公司还适应吗？挺好的，方总人不错，同事也好相处。他不知道这背后的事，我也暂时不打算告诉他。眼下最紧迫的事就是苏浩的婚礼，还有20天。陈远，新消息，王美华那个奶茶店项目已经注册下来了，法人是苏浩，
但他让苏浩签了一份补充协议，内容不简单。什么内容？大概意思是，如果苏浩经营出了问题，债务要由他个人承担，而苏浩名下没有任何资产。哼，苏浩名下有个屁的房产。所以问题在结婚之后，只要苏浩跟周瑞领了证，债务就可能牵连到整个家庭。王美华可以拿着这份协议走法律程序，让苏浩的近亲属代偿。近亲属苏婉，对，而且你们的房子有苏婉的名字。我必须在领证之前把这事解决，但怎么解决得有方法。直接拿证据去找李凤兰，她不会信，反而会觉得我在挑拨。直接给苏浩更不行。苏浩现在被王美华哄得团转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让王美华自己露出破绽。怎么让他露？给他一个诱饵，你以投资公司的名义给王美华的小额贷款业务抛一个合作邀约，金额写多少？不用太大，但要让他觉得值得认真对待，50万左右。行，就按你说的办。我服了，这个女人当着我面就把底全露了。这女人比我想的还能说。她跟我聊了半个小时，把自己的业务模式讲得头头是道。她说什么了？她说她手里有4、5个项目在推进，每个项目都有一个年轻人做法人，奶茶店、洗车行、快递站全是空壳。她给这些人提供启动资金，等他们背上债，再通过法律手段索偿。苏浩是第几个？最新的一个。他还特意提了一句，说这个小伙子家里有套房，他姐姐的，只要运作运作，跑不了。录音了吗？全录了，先存好，还不到用的时候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用？婚礼那天，让所有人一起听。你认真的？从来没这么认真过。怎么了？我妈又打电话了，问婚礼的事，问份子钱，问有没有认识做司仪的。你怎么说的？应付了几句。你说那个人到底什么来路？怎么了？我今天在网上翻了一下，搜到一个叫王秀芳的，照片跟王美华很像。然后呢？那个王秀芳的前夫好像因为非法集资坐过牢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知道一部分。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上个月你被投诉之后，我让朋友查了一下王美华的背景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告诉你之后呢？你去跟你妈说，她不会信；你去跟苏浩说，他更不会信。他们只会觉得你在搞破坏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有办法，但需要你配合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婚礼那天，你什么都不要说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你看着就行。好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苏婉，你弟要领证了。蕊蕊他妈的意思是让你把房产证借一下。借房产证干嘛？蕊蕊他妈说苏浩开店需要一个资产证明，用房产证做担保去银行贷一笔款。妈，房产证不能借。怎么不能借？又不是真抵押，就是走个流程。走什么流程需要用别人的房产证？你怎么那么多问题？你弟开店你不支持？妈，我不借。苏婉，你别忘了，这房子当初你结婚的时候，首付里有2万是我出的。2万首付我3年前就还您了，这房子的产权跟您没有半点关系。好，你翅膀硬了是吧？你不认我这个娘家人了是吧？妈，我不是不认娘家，我只是不能什么都不问就往外拿。房产证是大事，我不能稀里糊涂的交出去。你来了，爸，什么事？你妈昨晚又闹了一宿，说苏婉不认她了。苏婉没有不认她，只是不借房产证。我知道，
但你妈听不进去。我在你妈抽屉里翻到的。苏建国自愿以其名下五金店铺面作为担保，为苏浩的经营贷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。您没签？当然没签，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东西。应该是你妈替我写好了放在抽屉里的，准备哄我签。这个条款模板很正式，不像妈能写出来的。我也觉得，所以我怀疑是王美华。爸，这张纸我带走，你拿去吧。明天婚礼您正常去就行，到时候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您别插手。你要在婚礼上，不是闹，是让该看到的人看到真相。明天随时准备接我电话，开免提。明天需要的都安排好了吗？安排好了，这些都只是底牌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先。我要的是让苏浩和李凤兰亲眼看到王美华的真面目。明天婚礼你真的要去？去。我妈说不让我去。她说了不算。你是苏浩的亲姐，你有权去。陈远，不管明天怎么样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谢你没有在最难的时候离开我。400万躺在账户里，加上这几个月的投资收益，已经比原来多了不少。但这些数字他不知道，他以为他嫁的是一个失业的搬砖工，可他从来没嫌弃过我，这就够了。姐，你来了，我还以为你不来呢。你结婚，我当然来。姐夫，你今天别找事儿啊。我什么时候找过事儿？各位来宾，良辰吉时已到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新郎苏浩先生、新娘周瑞小姐闪亮登场。各位来宾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新郎英俊潇洒，新娘美丽大方，真可谓是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。在这里，我代表2位新人，感谢各位亲朋好友的到来和见证。婚姻是承诺，更是缘分。希望2位新人在今后的日子里风雨同舟，不离不弃，恩恩爱爱，白头偕老。也祝在座的各位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好，话不多说，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最神圣的环节——交换戒指。好，戒指交换完毕，从今往后，你们就是彼此一生的伴侣。接下来，请2位新人移步香槟塔，开启幸福之泉。香槟塔满，寓意幸福满意。好，下面进行今天的重头戏——拜父母、敬茶改口。先请新郎给岳母敬茶。
妈，请喝茶。好女婿，以后周瑞就交给你了，好好过日子。放心吧，妈，我绝对不会让蕊蕊受委屈。下面请新娘给公婆敬茶。爸妈，请喝茶。哎，好闺女，好好过。谢谢爸。3拜礼成，从今往后2家人变成1家人。好，请各位长辈落座，下面进入敬酒环节。新郎新娘将烛桌答谢宾朋。苏浩啊，你是个好小伙子，蕊蕊嫁给你我放心，以后咱们2家就是1家人。我这边也不含糊，这个店你放心做，有什么困难丈母娘给你兜底。他带他们去干什么？你想不想知道？手续趁今天就办了，1家人嘛，你们签个名就行。什么手续？就是那个奶茶店的担保文件，苏浩做法人，你和老苏做担保人。放心，就是个形式，银行那边要看。妈，你签就行了，我都签过了。老苏也要签？你们是苏浩的父母吗？1家人在1张纸上，银行那边才好批。等一下，什么担保？拿来我看看。老苏，就是个形式。我看看。这份文件上面的担保金额写的是60万，苏浩那个奶茶店启动资金是20万，要我们担保60万是什么意思？老苏，你多虑了，那就是格式条款。我开了30年五银店，银行贷款签了不下10次，你这个根本就不是银行格式。爸，你别闹了。你闭嘴！苏浩，你知不知道你签的是什么？我知道啊，就是开店。你签的是一份个人无限连带担保，你如果还不上这笔钱，你姐的房子、我的店全会被牵连。什么？那不是蕊蕊他妈？你这……你来吧。老苏，你这是干嘛？大喜的日子，大喜的日子，你拿这种东西出来让我签？王美华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凤兰姐，你别听老苏瞎说，这就是正常的文件。这不是正常文件。你是？我是苏浩的姐夫，陈远。哦，那个失业的。小陈啊，大人说话你别插嘴。这份文件涉及到我老婆的房产，我当然要插嘴。谁说涉及到你老婆了？合同条款里写了，债役人不能清偿时，可追溯至其3代以内近亲属的财产。苏浩的3代近亲属里，他姐排在第1个。行，那你想怎么样？不签就不签呗，我又没强迫你们签。你确实没有强迫，但你之前让苏浩签的那份补充协议，苏浩说他没仔细看。我想请问王阿姨，陈远，你别在这搅和，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。苏浩，你知道你签的是什么吗？我知道啊，蕊蕊他妈借我20万开店。你签的文件上写的金额是60万，多出来的40万去哪儿了？60万。
你连签的数字都没看。妈，不是20万吗？苏浩别急，那个60万是包含了预留资金和运营周转费。那个奶茶店的注册地址我让人查过了，根本就不存在。那个地方是一家干洗店，开了好几年了。王阿姨，您能解释一下吗？妈，怎么了？没事。小陈，你调查我？我只是保护我的家人。你，王阿姨，或者我该叫您王秀芳。王秀芳，她不是叫王美华吗？王阿姨，您想在这里聊，还是找个安静的地方？你想说什么就直说。好。这是你让苏浩注册的那家奶茶公司的工商信息，法人是苏浩，注册地址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铺面。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叫空壳公司。看不太懂。看不懂没关系，我告诉你，你注册了一家根不存在的公司，你的名字被用来对外借了60万。这60万你一分都不会碰到，但债务全在你头上。不可能，蕊蕊他妈！我还没说完。这是王美华，也就是王秀芳过去几年的相关记录，她手里至少有多个跟你一样的法人。每一个人的名下都有一家空壳公司，每一个人都背着债务。这是受害者的材料，有人愿意出来作证。喂，张哥，我是陈远，我身边有几个人想听你说说你经历的事。几年前王美华通过亲戚找到我，劝我开店，帮我注册公司，最后哄骗我在一份文件上签了字。后来店1天都没开，我却背上了几10万的债务，我卖了房子才还了一部分。小陈，你调查的挺仔细的，但我做的事合法不合法，不是你说了算。王女士你好，我姓赵，是一名律师。我的当事人已经委托我对您提起民事诉讼。另外，您过去的放贷记录我们已经提交给治安机关经济侦查大队。妈，你做了什么？我差点把老苏的店迁出去了。瑞瑞，你知道你妈干的这些事吗？蕊蕊，你回答我，你从一开始是不是就……苏浩，你别问了，证都没领呢，没领就……苏安，陈远他……治安所的人到了。王秀华女士，我们治安所的有人举报您涉嫌合同诈骗，请您配合调查。陈远，你根本不是个搬砖的。后续的法律程序会跟进，王美华涉及的案件，治安机关会依法处理。麻烦赵律师了。姐夫，这怎么60万在我名下？我怎么办？我会不会坐牢？你签的是民事合同，不是刑事犯罪。王美华涉嫌诈骗是他的事，在法律上你是受害者。那20万的债务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装出合同无效。我差点把你们的房子都搭进去。苏浩，以后长点记性。
姐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……你不该跟我道歉，你该谢的是你姐夫。姐夫，谢谢你。走吧，回去再说。陈远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究竟瞒还着我什么？我确实被裁员了。上个月公司确实通知我合同到期不续，但同一天，我买的彩票中了1等奖，税后400万。什么时候的事？3个月前，你退婚车那天之前。那你跟我说失业，是因为我想看看，当我真的一无所有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坚定地站在我身边？所以你一直在观察。对，方旭的公司是我的钱投的，你的那份工作也是我安排的。那你看到你想看的了吗？我已经看到了。看到什么了？我失业，你安慰我，你还退了车，后来被投诉，被辞退，你一次都没有怪过我，一直坚定地站在我身边。你一直在看我怎么做。是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我让你失望了呢？你没有。陈远，你混蛋！你大混蛋！3个月，你瞒了我3个月。对不起。不是你对不起，是我没有早点醒悟过来。那400万你藏了3个月，1分钱没花。投资了，现在比原来多了一些。多少了？加上投资收益，现在接近700万了。什么？700万？姐夫，你有700万？回家，我要看账户。陈远，你瞒了我3个月，我不生气。但以后有什么事直接跟我说，我们是夫妻，别一个人扛，也别再用这种方式试探我了。好。你真的中了大奖？是真的。好，我平静了。真的平静了？我平静了，但是我有个问题。什么？你说投资了这么多，以后你打算怎么做？继续搬砖？不搬了。那干什么？方旭的公司现在有我的股份，我想正式入伙，做合伙人。你懂投资？3个月前不懂，现在懂一点了。方旭说我看项目的眼光不差。你看人的眼光也不差，王美华那个局你布得挺好的。那是被逼出来的。陈远，以后别瞒我了。不瞒了。你瞒着我，比任何事都让我难受。好，我瞒了他3个月，他没哭没闹，就说了2句话，回家。这一刻，我知道我的选择没有错。陈远，你还挺能藏事儿的。爸，对不起。
不用对不起我，我就来问一件事：你那个钱是正经来路吗？是，体育彩票1等奖，兑奖记录还在手机里。这好事居然让你小子碰上了。你妈还想来，被我拦了。她现在情况不太好。什么情况？她觉得自己差点被王美华骗了，又觉得被你瞒了，加上苏浩婚礼砸了，整个人状态有点差。爸妈那边我过2天去看他，但有些话我要先说清楚。你说，以后陈远的钱是我们2口子的，苏浩要用钱自己挣，别再找我们。该说的你就说，你妈那里我来做工作。爸，你的5金店以后有什么困难跟我们说，你不用再偷偷给我们塞钱了。你知道了？3万块违约金，陈远跟我说了。你们好好过日子，其他的别管了。我爸这辈子活得太累了，以后让他轻松点。怎么轻松？先帮他把5金店重新装修一下，如果他愿意，可以扩大规模，方旭有这方面的渠道。你连我爸的事都想好了？你是我老婆，你爸就是我爸。陈远哥，什么事？我想见苏婉姐，我想当面跟她道歉。姐，对不起，我妈做的那些事儿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以为她是正经做生意的。进来说。我妈被带走以后，我才知道她这些年都在干什么。她以前跟我说她是做投资中介的，我就信了。你跟苏浩在一起是你妈安排的？一开始是，但后来我是真的喜欢苏浩的。他虽然什么都不会，但他对我很好。你来找我，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我跟苏浩不办婚礼了，证也不领了。我妈的事，我没脸再嫁进你们家。苏浩那20万的债，律师说如果合同被判无效，他可以不用还，但我怕还会有别的麻烦，所以你来是告别。对不起。你信他说的？信一半吧。哪一半？他跟苏浩之间或许有真感情，但他一开始是被他妈安排的，这个没法原谅。姐，你知道吗？蕊蕊跟我分手了。我知道。她说什么了？她来找我道歉。姐，是不是我太没用了？苏浩，你以后打算怎么办？我不知道。那你先想想，想好了再打电话给我。心不心疼？有点，看苏浩那个样子，他是真的喜欢周瑞。喜欢归喜欢，但在被骗和被分手之间，我觉着苏浩心里有数。陈远，有个人找到我公司前台，说要做尽职调查。谁？自称是某信托基金的，但我一查，不对劲，那家信托公司确实存在，但来的人不是他们的员工，而且他指名道姓问的是你。为什么？问你在我公司的持股比例，问瑞辰投资的资金来源，还问你名下有没有其他资产。那个人留名片了吗？留了，名字叫刘凯，我让人查了一下这个名字。说。刘凯是一个叫做鼎成资本的公司的外聘调查员。鼎
城资本的实际控制人叫陈耀祖。陈远，你还在吗？在。这人跟你什么关系？他是我爸。你从来没提过你有爸。一样的，他也从来没觉得他有儿子。那他为什么突然来查你？不知道，但我知道一件事，他不是来认亲的。帮我查一下陈耀祖这些年的经历，越详细越好。行。20年了，有些事是时候面对了。他20年前带着情人离开老家之后，去了南方，靠着那个女人家里的关系，在沿海做了几年贸易生意，赚了些钱。10年前，他回到省城，注册了鼎城资本，做头丛投资。前几年发展的不错，但3年前出了问题。他投了一家生物医效公司，对方造假上市被查，他的投资血本无归。从那以后，鼎昌资本就开始走下坡路，到今年初，公司账上的现金流已经接近枯竭。他现在缺钱，不单单是缺钱，还有一笔2000万的到期债务，下个月20号之前必须还。如果还不上，他名下的资产会被法院强制执行。还有一件事，陈耀祖现在的妻子不是当年带走的那个，是后来又换的。他们有一个儿子，今年17岁，在省城最好的私立学校读书。所以他有家有儿子，只是没钱了。对，他不太可能放弃那边来跟你叙旧，他的目标很清楚。方旭，帮我约他。你想见他？他派人来查我，我不可能等着他找上门，主动权得在我手里。行，以什么名义？就说瑞琛投资有意参与鼎康资本的一个战略合作项目，邀请陈总来谈。你要用生意的方式见他？他不配用别的方式见我。你穿西装比穿工服好看。16岁那年，我穿着打满补丁的校服在工地扛水泥。现在我穿着西装去见那个离开我的人，命运有时候确实很讽刺。请问哪位是瑞琛投资的负责人？这位就是。您好，我是鼎昌资本的陈耀祖。陈总，请坐。陈总，在谈合作之前，我有个私人问题想问一下。请讲。您20年前是不是在老柳镇住过？老柳镇，我年轻时确实在那边待过几年。几年？可能6、7年吧。那您在老柳镇有没有成过家？那都是很早以前的事了。是早，我妈去世也早，她41岁就没了。您大概不知道。我妈辛苦了一辈子，一天好日子也没过上。而我10几岁就进了工地搬砖，风雨无阻，夏天热得爆皮，冬天长冻疮。那个时候，陈先生您恐怕正在哪儿逍遥呢吧？你是陈远？对。你怎么从一个搬砖工变成瑞琛投资的合伙人？我想这个你应该已经调查过了。
刘凯是我公司的人，他有时候会做一些背景调查。陈总，不用解释了，我知道您来的目的。鼎资本下个月有一笔2000万的到期债务，您还不上。您查到您儿子中了大奖，所以来了，对吗？阿远，不管怎么说，我是你爸。这些年您换了妻子，生了儿子，开了公司，您过得很好。我也有我的难处。我妈活着的时候在镇上纺织厂做工，每天12个小时。她40岁那年查出胃癌，没钱治。我16岁去工地扛了3个月水泥袋才凑够手术费。但手术之后，她只活了1年。这1年里，她在病床上念叨最多的是你会不会回来，但是她到死都没等到。今天这个会没有合作可谈，你的公司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你欠的钱自己想办法。等一下，阿远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和你妈，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。哪里不一样？你有钱了，你帮我一把，以后我把公司的股份分你一些。我不需要你的任何东西。陈远，你以为我就剩求你这一条路了？我是你法律意义上的父亲，你信不信我走法律途径？你想打赡养官司？如果你不帮我，我只能走这条路。那就打吧。赡养义务的前提是父母尽过抚养义务。你在我7岁的时候就走了，没出过1分钱的抚养费，没回来看过1次，这叫什么你知道吗？叫遗弃。陈先生，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，如果父母未教抚养义务，子女有权拒绝赡养。陈远先生手里有完整的证据链，户籍迁出记录、社区单亲证明，以及您20年来未支付抚养费的记录。如果您要打官司，我奉陪。妈，我现在有钱了，终于不用再盖工大专了。陈耀祖来找我了，20年没露面，一看我有钱了就来了。老公，你在哪儿？老柳镇，看看我妈。晚上回来我给你做饭。好。饭马上好。他还好吗？赔钱的草长了不少，我拔了。吃饭吧。苏婉。陈绕祖来找我了。你爸？对，他公司出了事，欠了2000万的债，查到我中奖了，想来要钱。你打算怎么办？他要是好好说话，我可能还愿意跟他谈一谈，但他一开口就是法律途径。你别怕，有我陪着你。该走法律程序就走法律程序，该找律师就找律师，你别一个人扛。好。陈远，妈有些话想跟你说。进来说吧。妈，什么事？那个，你爸是不是来找你了？陈绕祖联系你了？他打了个电话，说想见你，说他是你爸。他不是来认我的，他公司快倒闭了，欠了2000万的债，是想来要钱的。他不是这么说的，他说他想跟你修复关系。妈，陈绕祖在我7岁的时候就抛下我和我妈走了，20年没出现过。我妈生病的时候他不在，下葬的时候他不在，现在他来了，是因为我有钱了。我知道您是被人说动了，觉得父子之间不该这么僵，但这件事不是您想的那样。他来找我不是为父子情分，是为他自己。
行，妈知道了。妈不该替他说话的。妈怎么知道的？陈耀祖联系他了。他真是什么办法都用了。他要求做亲子鉴定，确认父子关系，然后主张赡养权和财产知情权。他想走法律程序，我陪他。他要做亲子鉴定，你可以拒绝。你们之间的户籍关系已经解除了，当年他户口迁走的时候就从你的户籍页上消失了。法律上，他要重新建立父子关系，需要走亲子鉴定程序。他走得通吗？走得通，但很慢。而且就算鉴定结果确认父子关系，也不代表他自动获得赡养权。根据相关法律规定，父母未尽抚养义务的，子女有权拒绝赡养。你的情况，他很难要到钱。那他为什么还要走这一步？拖时间。他的债务快到期了，如果他能拿到一张法院的受理通知书，证明他还在争取赡养费，就可以向债权人申请延期。他不是真的要你的钱，是拿你当挡箭牌。有没有办法让他连过程都走不下去？有一种方式，你主动向法院提交证据，他20年来未支付抚养费的记录、社区的单亲证明，以及他遗弃家庭的材料。如果证据链完整，法院很可能在受理阶段就驳回他的申请。需要多久？快的话1周。那就做。您好，之前那条关于中奖的视频，麻烦您帮全部删除。对，全部。谢谢。视频删了，但传播已经造成了影响。你好，我们是电视台的记者。关于你亲爹的事情，你愿不愿意上节目说一说？我们台最近在做家庭纠纷的专题。不了，这是私事。理解。但如果他那边先闹上媒体呢？他不会，他的底子经不起查。他一闹，他的公司、他的债务、他的过去全会被翻出来，他输不起这个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法院的反馈来了，驳回了陈耀怀的亲子鉴定申请。理由呢？申请人未提供任何曾履行抚养义务的证据，且户籍关系已经解除。法院认为，在没有充分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启动亲子鉴定程序，不符合受理条件。好。喂，爸。一个男的来店里找我，说是你爸。他说什么了？说要见你，说你不认他没关系，但他不想死在外面，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。您怎么回复他的？我让他走了，但他留了一张名片在柜台上。您丢了吧？我留着，万一你将来要用。不会用它。他来找我不是认亲。停，你自己把握。又是他。找上你爸了。他到底想干什么？他是想拖。他债务快到期了，只要还在打官司，债权人就得等他。你打算怎么办？等法院的裁定，别的不用做。姐，那个陈耀祖来找我了。找你干什么？他说他愿意付我钱，让我帮他传话。他说只要姐夫借他500万，周转一下就行，3个月还，年利息10%。苏浩，你怎么说的？我说我考虑一下。考虑什么？你上次被王美花骗惨了，你忘了？现在又来一个。他不一样，他是姐夫的亲爸。亲爸也不行。你给我听好了，陈耀祖再找你，你一个字都不要跟他说。这个人已经开始不择手段了。我知道。你打算怎么收场？不用我收，他的局马上就自己崩了。鼎成资本深陷债务危机，实控人名下资产被冻结。到期日的前3天，债权人联合申请了财产保全，法院冻结了陈耀祖名下的所有资产，公司账户、1套公寓、1辆车。他现在的妻子带着儿子连夜回了娘家。陈远，
林书瑶来了，在前台。他来干什么？他说想见你，让他进来。你就是陈远？是。我是林书瑶，我想跟你谈几分钟。药祖做了什么事，你应该比我清楚。他瞒了我很多东西，比如他有一个前妻和一个儿子。这件事我直到1个月前才知道。我来不是替他求情，他的债务是他自己的事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我跟他的婚姻也维持不下去了。那您来是？我查了你的资料，16岁进工地，搬了10年砖，娶了普通人家的女儿，买了一套小房子。中奖之后没有乱花，而是找人做投资。陈远，你比他强。这是我跟耀州的离婚协议，我已经签了。如果他以后再来烦你，你告诉他，他连最后一个愿意忍他的人都走了。他走了？走了。什么感觉？他把自己摘干净了。苏浩，进来吧。姐夫，你能不能帮我找份工作？你认真的？认真的。周蕊走了以后，我想了很久，我不能一辈子这样。什么样？靠别人活。我从小我妈就惯着我，什么都不用干，我姐挣的钱全给了我，我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。直到婚礼上那些事，我才发现我什么都不是。你想做什么？你那个同学方旭的公司有没有什么我能干的？搬东西也行，跑腿也行。我学历不高，我知道，但我能吃苦。行，我帮你问问。喂，方旭。怎么了？什么事找我？苏浩想找份工作，你看看你那儿还缺不缺人？干什么都行。苏浩，你那个不学无术的小舅子，他能行吗？能行。他说他能吃苦，给他个机会。行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明天让他先来报道，先从仓库干起，月薪4000，包午饭。行，谢了。明天去报道，先从仓库干起，月薪4000，包午饭。姐夫，谢谢你，我以后不会再让你失望了。人有时候就差一个转折点，苏浩的转折点是被骗、被分手、被当众揭穿的那一天。至于苏浩能不能站起来，我不知道，但这一刻，我愿意信他一次。你这个小舅子脑子不算灵光，但肯干，给他半年时间，看看能不能转岗。行。陈耀国组的事基本落定了，公司被清算，住宅被拍卖，他被列入失信名单。林书瑶带着儿子回了娘家，跟他划清了关系。你说他以后怎么办？不知道，也不关我的事。陈远，我接了个项目，你猜这个项目多大？多大？合同金额80万，我拿15%的提成。12万。对，12万。苏安，你现在比我能挣了。那是，你老婆我厉害着呢。是，我老婆最厉害。爸，生意怎么样？比以前好多了。上周有个装修公司直接下了15万的单子，好兆头。你妈最近老念叨你。念叨什么？她说她想跟你和苏安好好谈一次。谈什么？她没说，但我感觉她这次是认真的。行，
让他来吧。苏婉、陈远，妈有些话想跟你们说。这几个月的事儿，妈想了很多。王美华的事儿是妈糊涂了。那个时候，妈只想着给苏浩找个好人家，什么都没细想，差点把老苏的店搭进去。苏婉从小就懂事，妈一直觉得她是大姐，什么都该她来扛。苏浩不争气，妈就更依赖他。但妈从来没想过，苏婉已经有自己的家庭了，她也该好好过自己的日子。我不该老打扰你们。妈以前对不起你。妈，让妈说完。陈远，妈以前看不起你，觉着你配不上苏婉，但这几个月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这个家好。退车的时候你帮苏婉说话，揭穿王美华的时候你护着整个苏家，连苏浩找工作都是你安排的。以后妈不再偏心了，苏浩的事他自己管，你们两口子的钱你们自己花，妈再也不瞎掺和了。陈远，你真是天生吃这碗饭的料，你应该早点干这个。现在也不算晚，那10年起码让我明白了一件事：什么东西值钱，什么东西不值。嚯，还整出哲学味了。第一笔独立操盘的项目是一家本地的智能家居初创公司，投了200万。3个月后，对方拿到了 A 轮融资，股份增值了4倍，不到半年，400万变成了1600万。陈远，我是在做梦吗？没有。半年前我们住的那个80平的小两居还在不在？在，留着吧，那是我们第一个家。你真的变了。哪里变了？以前你话少，什么都憋着，现在你也话少。以前是不敢说，现在是不用说。谢谢你让我成为一个有底气的人。你一直有底气，只是以前被人压着。这一刻，我觉得400万也好，1600万也好，都不如他这笑值钱。陈远，有个消息你可能想知道。什么？陈绕组去了省城的救助站，你要不要？不要。你确定？方旭，他的命是他自己造的，我可以不恨他，但我没有义务救他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妈，您看到了吗？儿子出息了。你那个小舅子昨天晚上加班到10点半，一个人把一整批退回的货全部重新清点打包了。他一个人干的，手下的人要帮忙他不让，说这是他的责任。没辜负我对他的信任。姐夫，我跟一个女孩在谈恋爱，公司楼下便利店的，叫杨甜甜。你又谈恋爱了？这次不一样，她家条件一般，她自己在便利店打工，但她人好，不嫌弃我。她不知道你们的事，也不知道姐夫有钱，她就觉得我人老实，干活认真，找机会带来让你姐看看。行，下周行不行？行。来了来了，姐，陈远哥，我来蹭饭了，打扰你们啦。不打扰不打扰，快进来，饭已经做好了，就等你们了。哇，姐你手艺太好了，闻着就香。苏浩老念叨你做的饭，说我一定要来饱饱口福。哎呀，嘴真甜，来坐下吃，别客气。好吃，姐以后我得多来跟您学几手。随时来，你姐最近闲下来了，巴不得有人陪她说话。甜甜，苏浩这小子没少让你操心吧？姐，
我有什么可让人操心的？操心是操心，但他真变了很多。我跟他说，以前的事我不管，以后的事我陪他扛。您放心，我不会让他走回头路的。他要是敢犯浑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放心吧，姐，我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苏浩了。那就好。来，多吃菜，别说那些了。陈远，这个女孩可以。你看准了？看准了。他说到苏浩的时候，眼睛里有光，那不是装的。苏浩能有今天，一半靠他自己，有人拉着他，他就不会往下掉。那你就放心了。放心了。这个弟媳妇儿，我认了。叔，您这身板再干10年没问题，把分店做起来，以后让苏浩接管。行，只要不给孩子们添乱就行。这些人，苏婉、苏建国、苏浩，甚至李凤兰，都在变好。变化的起点是那张500万的彩票，但彩票只是个引子，真正改变一切的，是被那张彩票引出来的人心。来，大家别客气，多吃点。爸，我现在是公司年度最佳设计师，奖金有20万，我给您转过去了，去做个全套体检。您辛苦一辈子了，连个像样的体检都没做过。没事儿，我身体好得很，就是有点血压高。那您少吃盐。知道啦，你管得比你妈还宽。多吃点儿，你太瘦了。谢谢妈。陈远，你还记不记得你跟我说的失业那天晚上？记得，你搂着我说了一晚上。那天晚上我其实很害怕。害怕什么？害怕你扛不住，害怕我们的日子从此往下掉，害怕所有人会看不起你，但我更害怕你看到我害怕，所以我一直搂着你，跟你说以前的事。你是在安慰我，也是在安慰自己。后来才知道你瞒着我。陈远，你知道那一刻我心里什么感觉吗？什么感觉？庆幸。庆幸什么？庆幸我没有让你失望。如果那天晚上我埋怨你了，或者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，你是不是就不会告诉我重要讲的事儿了？不会。不会告诉我？不会不告诉你。不管你那天晚上说什么，那个钱迟早是咱俩的。你是我老婆，我的就是你的。但你那天晚上的反应让我确认了一件事。什么？不管有钱没钱，你都不会走。当然不会走。你骑摩托车送我那年，我就决定了。决定什么？决定跟你一辈子。哪怕你一辈子搬砖，钱能买到很多东西，但买不到眼前这个人。5年，瑞辰投资并入了方旭新成立的集团旭辰控股。我是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投资官。苏婉自己出来创了业，开了一家品牌设计工作室。苏浩在旭辰控股做到了华东区仓储总监，娶了杨甜甜，生了一个大胖小子。岳父的建材连锁已经在3个城市开了7家分店。陈远，你还记得搬砖的日子吗？记得。每天5点半起床，在灰尘和噪音里干到天黑，1个月6000块，到手5000，还了房贷还车贷，还完车贷还得过日子。陈总，您认识那个人？不认识。
有些人一旦做错选择，便再也回不到从前。亲情值得珍惜，但也要守住自己的底线与本心。爸爸今天给你带了什么？巧克力。猜错了。糖糖。也不是。出差顺利吗？顺利。吃饭了吗？没。想和你们一起吃。苏婉。你还记不记得咱们结婚那天？记得。你兜里只有3000块。现在你猜咱俩加一起有多少？懒得猜，太多了数不过来。你一点都不好奇？不好奇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也是你的。咱们是一家人，数那个干什么？爸爸笑，妈妈笑，宝宝也笑。窗外的城市灯火万家，万家灯火里的这一盏是我的。